中新网4月7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艘货船在红海上发生激烈爆炸，追其原因竟是附着在船体上的水雷袭击导致的。从伊朗媒体猜测的来看，这很有可能是以色列的破坏者在这艘船上安装了自制爆炸装置。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伊朗官员并没有对这件事进行回应。以色列官方在笔者写这篇文章时没有任何回应，反而是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率先对这件事发表意见。而这个意见，首先第一点就是迅速撇清关系，表示能够很明确地表示这件事美国没有参与，所以与美国无关。最后这位发言人还强调，我们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以提供。就这件事来看，在事件涉及的两国伊朗和以色列都没有发出明确消息的时候，美国率先撇清关系，这说明什么？其一，美国还是挺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名声不好，可能最后会引火上身。其二，美国知道这件事是谁做的，即便不是美国下令的，但是美国也是知情的。仔细分析，伊朗目前也就和以色列、美国两国有强烈的矛盾。如果与美国无关，那么难道是以色列？其实要说起来，伊朗和以色列之间最近是一直在干架，所以以色列的嫌疑也确实非常大。而且伊朗、美国率先怀疑的就是以色列，只是以色列并没有承认，当然也不会承认。但必须要说的是，美国和伊朗的恩恩怨怨就同样是由来已久。而在发生这起爆炸前，美国刚刚明确表示退出伊核协议的讨论，所以说是美国做的也不是不可能，并且美国还这般高调地表示与自己无关。美国媒体《纽约时报》也在发表猜测，认为这件事就是以色列做的。这样复杂关系下，以色列作为美国小弟，两国向来是蛇鼠一窝，美国突然这么一卖队友，着实有点欲盖弥彰的味道。并且从时间地点上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讨论，伊朗货船爆炸，美国国防部长宣布将在下周赶赴以色列，再加上内塔尼亚胡进行谈判，其主要内容更是除了针对叙利亚的，就是针对伊朗的。所以从这一点上说，美国和以色列都是半斤八两，甚至很可能嫌疑更大。如果是以色列，美国出卖盟友；如果是美国，祸水东引。怎么看，美国都是打的一手好牌。不过不管是谁做的，都不是无辜的，伊朗必然不会轻轻放下的。所以这一次中东冲突很可能再次升级，一场激烈的较量必然是不可能少得了的。最近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大国之间的博弈非常激烈，中美关系也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而自从在安克雷奇的中美会晤结束后，美国更像是不甘心吃了败仗一样，极力拉拢盟友们来对抗中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尽管有些国家直言为了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不会在中美地区上做选择，但是还有部分国家选择跳上美国的战车，与美国绑在一起，甚至还扬言要干涉我国内政。据美国广播公司近日报道称，4月4日，日本首相菅义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日本将联合美国一起来缓和台海局势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甚至在必要时候与美国一起使用威慑力量来创造一个环境，使台海问题能找到一种和平解决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菅义伟在对华问题上的发言是十分直接的，不像前几任日本首相那样含糊其辞。在拜登政府上台后，他也是极力在跟随美国步伐，为美国摇旗呐喊。无论是加入四方联盟拉拢澳大利亚和印度围堵中国，还是邀请德法英等国一起举行军事演习，甚至是在美日2+2外长会谈的时候，一起与美国对中国的台海问题上画红线，这些都说明了现在的日本政府早就在中美博弈中做出了选择，而他们骨子里的反华特性基本是不会改变了。对此，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认为，经过日本这一轮的折腾，中国人已经不需要再对中日关系的改善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预期了。简单来说，就是不用再抱幻想了，因为在日本人的认知里，他们一向崇拜强者，畏惧实力，而综合国力强大的美国也确实把日本打怕了，让他们不敢抗拒。并且日本在国家安全上严重依赖美国，政治上也受到美国不同程度的控制，所以这注定了日本将会扮演恶华急先锋的角色。而在台海问题上跳出来与美国沆瀣一气，可能只不过是反华的第一步。因此对这样的邻国，我们不能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必要的时候一定要给他们一点教训，最好是用军事手段来敲打他们，打痛他们，让他们明白现在已经不是当年的甲午年，也不是当年的1937年，中国人被欺负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众所周知，中国与俄罗斯被视为美国霸权主义的主要挑战者，因此美国也极力拉拢盟友们来遏制中俄。日本就是这些盟友当中表现最为活跃的国家之一。
为了讨好美国，日本甚至不惜同时得罪中俄。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日本宣布派军队入驻乌克兰，这就是在赤裸裸地挑衅俄罗斯。而现在，日本居然还想与美国一起干涉我国内政。据美国广播公司近日报道称，日本首相菅义伟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公开叫嚣，要与美国合作，一起来缓和日趋紧张的台海局势，并且在必要时候会使用所谓的威慑力量来制造一个环境，让台海问题能有一个和平解决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现在为了能够与美国紧绑在一起，已经开始直言要干涉我国内政了，这无疑是在挑战我国的底线。对此，我国也是做出了强烈回应。在4月3号，日本海上自卫队发现包括辽宁舰在内的6艘军舰出现在了日本西南方向470公里的海域处，随后紧急派出 B1海上巡逻机和 P3C 反潜机，对我军辽宁舰队进行跟拍和查证识别。据悉，此次出航的辽宁舰队有辽宁号航母、万吨大驱015南昌舰、052D 导弹驱逐舰成都舰和太原舰、054A 导弹护卫舰黄冈舰和一艘货轮号综合补给舰。有意思的是，在我军如此强悍的航母舰队面前，被中国网友称为御用摄影师的日本自卫队，这次居然将太原舰漏拍了。不仅如此，在查证识别的过程中，日本军机均未敢靠近我国舰队，看来还是害怕被击落吧。而在中国对于日本亮剑以后，我国背靠背的战友俄罗斯也开始出招，表示力挺中国。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称，4月6号，俄军太平洋舰队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改进型护卫舰在日本海水域对水上目标发射了一枚口径巡航导弹，并且成功命中了100公里以外的假想敌靶标。俄罗斯在这个时候选择在日本海举行实弹演习，无疑是在警告日本，在挑衅中国的时候要先考虑清楚，因为中俄为了应对共同威胁，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形成了攻守同盟，所以现在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不是在孤军作战。中俄联手足以让任何附庸美国遏制中俄的国家付出沉重的代价。而日本，你真的想好要当炮灰了吗？日本废水排海事件在社交平台是已经被热议了好几天了，中韩等亚洲国家纷纷发声，希望日本谨慎决定，因为这不仅是关乎所有亚洲国家海洋环境安全问题，更是和日本自身全球海洋环境息息相关。而今天4月13日，日本核废水排海会议正式召开，本以为日本会讨论了2-3天，毕竟这件事在日本内部甚至福岛本地居民中反对之声也非常强大，但是似乎都小看了日本菅义伟的能力了。在召开会议刚走个过场，日本政府就正式宣布福岛核废水排海一事已成定局，这件事再无回转余地。单就这一点来看，日本这件事早就已经打算好了，即便所有人反对也不可能更改。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刚刚宣布完这个决定后，一直没有对这件事表示看法的美国终于发声了，并且还直接表示这是符合全球公认的核安全标准，这还真是不发声则已，一发声惊人。美国难道疯了吗？而且在日本宣布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社交平台上就此发表评论，表示应该感谢日本在宣布排放核废水这个决定时做出了公开并透明的努力，希望日本继续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持合作。这真是言外有意呀！合着日本排核废水入海，污染海洋环境，对人类生存造成障碍，咱们还得感谢它。核废水的污染有多严重，相信稍微了解的人都知道。而且这个废水一旦排进太平洋，即便现在美国海域没有受到污染，但是终有一天美国海洋环境也是要被污染的。所以美国这是打的什么昏招？亦或许这背后真的有阴谋？再仔细想想后，笔者突然就冒出了一丝寒凉之气。这次日本核废水排海是不是和美国有关联？亦或是就是美国指使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用核废水污染环境，不择手段的给中国找麻烦。核战不敢轻易开启，但是海洋核战要开始却很简单。要知道，日本这个议题很早就提出来过了，在去年10月份，日本更是就已经提出过要进行最终决议，但是之后却不了了之。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这个废水排海议题在时隔6个月后再次突然提起，就算是说日本确实难以支撑了，但是在如今中美关系正处于冰点之际，美国等一众西方国家对此议题却是一声不吭，直到日本正式宣布这个决定已成定局后，却直接跳出来表示支持，所以并不能排除美国和日本狼狈为奸，为了拖中国下水使出这样的昏招。毕竟到时候中国必然要投出精力治理中国附近海域，这对美国来说起码2-3年内都是没有很大影响的，细思极恐。